在美国历史上，有一段鲜为人知的总统轶事，发生在林肯与其内阁成员之间。1862年，美国内战正酣，林肯提出了解放宣言草案。在一次内阁会议上，国务卿西华德对这一决定提出质疑：总统先生，在我们军事形势如此不利的时刻发布这样的宣言，会不会被视为软弱的表现？林肯没有立即回应，他沉默片刻，然后平静地说：西华德先生，我理解你的担忧，确实，时机的选择至关重要。请告诉我，你认为什么时候会是更合适的时机？西华德被林肯的回应方式所打动，没有反唇相讥，没有你以为我没考虑过这个问题吗的反问，而是一个真诚的、开放式的提问。最终，西华德不仅支持了林肯的决定，还为解放宣言提供了关键性的修改建议。林肯的这种沟通方式展现了一个伟人的智慧，在面对质疑时，选择理解而非对抗，选择倾听而非反问。这种沟通艺术在今天的人际交往中依然弥足珍贵。反问句，这种我们日常对话中频繁使用的语言形式，往往被我们忽视了它潜在的杀伤力。有个网友曾在社交平台上分享：我之前差点因为反问句离婚了，当时他刚出月子，每天都被照顾孩子弄得心力交瘁。有一天，老公下班后随口嘀咕了一句：今天工作真累啊。他连脑子都没过，脱口而出：难道我在家带孩子就不累吗？就是这么一句看似普通的反问，瞬间点燃了两人之间的战火。接下来的几天，他们就着鸡毛蒜皮的小事，你一言我一语的争吵不休。这场矛盾持续了3天，甚至闹到夫妻分居的地步。最终是老公低头了，他语气柔和地对妻子说：我是说我辛苦了，但我没有否认你辛苦了，更没有认为自己是家里最辛苦的人。老公的这番话让他猛然醒悟，原来自己下意识的反问对感情造成了如此大的伤害。不管是老公还是自己，辛苦了都是客观事实，但当他用反问句表达时，无形中添加了一层攀比与贬低的弦外之音：我比你更辛苦，你不配抱怨。这样的潜台词，谁听了能舒服呢？夫妻本应是同舟共济的队友，而非一决高下的对手。在沟通中习惯性使用反问句，不管是说者还是听者，最终都会两败俱伤。为什么反问句会如此伤人？这要从人类的心理机制说起。哈佛大学心理学教授史蒂文·平克在《语言本能》一书中指出，语言不仅是传递信息的工具，更是情感和社交关系的载体。当我们使用反问句时，往往不自觉地在语言中注入了情绪和判断。比如，当孩子无意间说起数学考试题目多难，家长脱口而出：全班这么多学生，怎么偏偏就你不会了？表面上是一个问题，实际上却包含了对孩子能力的否定和贬低。你随口跟父母抱怨工作累，他们却说：谁工作不辛苦？只有你累吗？这样的反问实际上是在否认你的感受，让你的抱怨显得不值一提。你点奶茶问朋友要冰的还是热的，他却说：不然呢？这还用问吗？大冬天我喝冰的干嘛？这种反问不仅显得不耐烦，还暗示你的问题很愚蠢。心理学研究表明，当人们感到自己的情感或观点被否定时，大脑会产生与物理疼痛相似的神经反应。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反问句会让人感到如此不舒服，它在心理层面上造成了真实的疼痛。美国心理学教授梅拉宾在1971年提出了著名的7-38-55法则。在人际沟通中，一个人对他人的印象只有 7% 取决于谈话的内容，而听觉信息如语气、音量等则占了 38%， 视觉信息如表情、态度等则高达 55%。 这意味着在人与人的交流中，说什么远不如怎么说重要。反问句之所以如此令人讨厌，
正是因为他传递出的不是友善的态度，而是一种隐含的攻击性，反问句在不同的社交场景中都可能造成意想不到的伤害。北京师范大学教授钱志亮曾分享过他朋友的一个故事。朋友和妻子到外地旅游，住进酒店后，妻子想去附近超市买些日用品，因为不熟悉周围环境，妻子随口问丈夫，不知道超市距离酒店远不远。朋友当时正躺在沙发上休息，不耐烦地说：“你问我，我问谁？你自己不会用手机导航吗？”话音刚落，房间里突然安静下来，妻子沉默不语。朋友抬头看向妻子，发现她脸色已经变得很差。一场原本充满期待的愉快旅程，就因为这一句带有情绪的反问，彻底被搅黄了。这句反问的潜台词是：你不仅提了个愚蠢的问题，还打扰了我休息，真是无知又自私。这样的信息怎能不伤人心？如果这位丈夫能够心平气和地说一句：“我们用导航看一下吧”，或者“我也不太清楚，一起查一下”，这场矛盾完全可以避免。家庭心理学家约翰·戈特曼在研究中发现，那些能够长久维持幸福婚姻的夫妻，往往有一个共同特点：他们在沟通中很少使用带有攻击性的语言，包括反问句。相反，他们更倾向于使用肯定性的语言，表达理解和支持。在亲子关系中，反问句的杀伤力可能更大，因为孩子的自我认知和自信心正在形成过程中，特别容易受到语言的影响。一位名叫李明的父亲分享了他的教训。有一次，他的儿子小学期末考试数学只得了78分，远低于平时的水平。李明气不打一处来，脱口而出：“你平时不是挺聪明的吗？怎么考试就变笨了？”儿子低着头，一言不发。从那以后，儿子的数学成绩不仅没有提高，反而越来越差。后来在一次家长会上，数学老师告诉李明，他的儿子上课时变得特别胆怯，即使知道答案也不敢举手回答问题。李明这才意识到，自己那句看似普通的反问，实际上深深伤害了儿子的自信心。他传递给孩子的信息是：你不够聪明，你让我失望了。著名儿童心理学家海姆·吉诺特曾说，孩子就像花朵，需要阳光雨露才能茁壮成长，而语言就是那最重要的阳光和雨露。如果李明当时能够换一种方式，比如这次考试成绩不太理想，是遇到什么困难了吗？我们一起来看看，结果可能就完全不同了。在职场中，反问句同样可能造成不必要的冲突和误解。一家科技公司的项目经理张伟在一次团队会议上，听到下属王丽提出了一个他认为不太成熟的建议。张伟皱着眉头说：“你认真的吗？这么简单的问题都没考虑清楚。”会议室里顿时安静下来，王丽的脸涨得通红，其他团队成员也都低下了头，会议的氛围变得异常尴尬。事后，张伟发现团队成员在会议上变得越来越沉默，很少主动发言或提出建议。公司的创新氛围受到了明显影响。直到有一天，公司组织了一次领导力培训，培训师指出了张伟的问题：他在沟通中过度使用反问句，无形中打击了团队成员的积极性和创造力。如果张伟当时能够说，这个想法有一定的价值，但我担心可能会遇到一些挑战，我们一起来分析一下，团队的反应和后续发展可能就完全不同了。谷歌前 CEO 埃里克·施密特在《重新定义公司》一书中强调，领导者的语言就像一面镜子，反映着整个组织的文化。一个善于倾听、尊重他人想法的领导者，才能打造出一个创新活力的团队。哈佛大学精神病学教授马丁·泰切尔认为，语言虐待可能比其他形式的虐待具有更持久的影响，因为它更隐蔽、更连续，往往不被视为虐待，却能深深伤害一个人的心灵。世间一个个文字是有力量的，我们说出的每一句话
都会在无形中在别人心里留下印记。豆瓣上有一个话题：你所经历过的语言虐待，收集了无数令人心痛的故事。网友陆宇峰分享了他初中时的一段经历。有一次数学课下课后，他走上讲台请教老师一道数学题，老师瞥了一眼，立刻反问：这么简单的题你不会？还没等他回答，老师又接着发难：我上课怎么讲的？他低下头表示没听明白。老师毫不留情地再次抛出反问式的质疑：讲了都听不明白，你还能干啥？这一连串的反问句深深刺痛了陆宇峰，让他对自己的学习能力产生了严重怀疑，数学成绩也跟着直线下滑。多年后回忆起这段经历，他依然能感受到当时的羞辱和无助。心理学研究表明，反复遭受语言否定的人容易形成习得性无助感，即使在客观条件允许的情况下，也会放弃尝试和努力，因为他们已经相信自己不行，做不到。反问句背后所代表的否定、质疑和轻蔑，能够摧毁一个人的内心防线，尤其是当这些反问来自于重要他人，如父母、老师、伴侣时，伤害更为深重。正如一位心理学家所言，软舌无骨，却能碎心。同样的意思，用不同的语调、不同的表达方式，会造成截然不同的感受和结果。即使是社交能力出众的公众人物，也可能在不经意间陷入反问句的陷阱。但真正优秀的人会从错误中学习，不断完善自己的沟通方式。主持人鲁豫早年采访嘉宾时，非常喜欢用反问句，只要对方的回应没有遵循他预设的思路，他就会瞪大眼睛质疑：真的吗？我不信。很长一段时间里，他并没有意识到这种表达方式的问题，直到有一天，他去医院体检，医生见他各项指标正常，便随口评论说：你平日工作应该很清闲吧？鲁豫立即反驳，说自己每天都要工作10几个小时。医生也用同样的语气反问他：真的吗？我不信。被质疑后内心涌起的委屈和失落，让鲁豫猛然意识到了自己一直以来对嘉宾造成的感受。从那以后，他开始有意识地改变自己的提问方式，采访风格也变得更加温和包容。著名演员汤姆·汉克斯在一次访谈中谈到，他年轻时也常用反问句表达不满，直到有一次，他的一句"你怎么能这么想"让一位年轻演员当场落泪。这件事深深触动了汉克斯，他开始反思自己的沟通方式，并逐渐发展出了如今被业内公认的亲和力和尊重他人的态度。改变并不容易，汉克斯说，但当你看到自己的语言能给他人带来快乐而非伤害时，这种改变是值得的。认识到反问句的潜在伤害只是第一步，更重要的是学会如何改变这种习惯性的表达方式。培养自我觉察能力。首先，我们需要提高对自己语言习惯的觉察能力。心理学家建议，可以通过录音或请亲友提醒的方式，帮助自己意识到使用反问句的频率和场合。一位名叫陈女士的心理咨询师分享了她的经验。她发现自己在与丈夫争吵时，经常不自觉地使用反问句。于是，她和丈夫约定了一个暗号，每当她开始用反问句说话时，丈夫就轻轻碰一下她的手臂，提醒她注意。刚开始时，陈女士惊讶地发现，自己在一次普通的对话中，竟然被提醒了7、8次。这让她意识到，反问句已经成为她表达不满的习惯性方式。通过持续的自我觉察和调整，3个月后，她使用反问句的频率明显降低，夫妻关系也变得更加和谐。2、学会换位思考。其次，在说话前先换位思考，如果别人用这种方式对我说话，我会有什么感受？一位企业高管王先生分享了他的经历。他曾经是公司里出了名的反问大王，下属们私下都很怕他。直到有一天，他参加了一个领导力培训，培训师让参与者2两一组，一人扮演领导，
一人扮演下属，进行角色扮演。当王先生扮演下属，听到对方用他平时的语气对他说：“这么简单的报表你都做不好，你是怎么被录用的？”时，他突然感到一阵强烈的羞辱和愤怒。这次体验让他深刻认识到了自己言语中的攻击性，从此开始有意识地改变自己的表达方式。3、使用我陈述句代替反问句。心理学家建议，在表达不满或质疑时，可以使用我陈述句代替反问句。我陈述句聚焦于表达自己的感受和需求，而非指责对方。例如，与其说你怎么又把事情搞砸了，不如说我看到这个结果有些担心，能告诉我发生了什么吗？与其说难道我在家带孩子就不累吗？不如说我理解你工作很累，我在家带孩子也很辛苦，我们可以一起想办法。一位名叫李女士的母亲分享了她的转变。以前每当儿子考试成绩不理想时，她就会说：“你怎么这么粗心？题目这么简单都做错。”结果儿子越来越抵触学习，成绩也越来越差。后来在一位老师的建议下，他改变了表达方式。我看到你这次考试有些题目做错了，我有点担心，我们一起看看是哪里出了问题，好吗？这种表达方式不仅避免了对儿子的否定和指责，还表达了关心和支持。慢慢的，儿子开始愿意和他一起分析错题，学习态度也变得积极起来。4、培养积极倾听的能力。很多时候，我们之所以使用反问句，是因为我们没有真正理解对方的意思或需求。培养积极倾听的能力，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他人，从而减少误解和冲突。积极倾听包括保持眼神接触、点头或其他肢体语言表示理解、适时提问以澄清含义、复述对方的观点以确认理解无误等。一位名叫张先生的销售经理发现，当他开始认真倾听客户的需求，而不是急于用反问句表达自己的观点或质疑客户的想法时，他的成交率明显提高了。以前，当客户提出一些我认为不合理的要求时，我会说：“你觉得这个价格可能吗？或者你认真的吗？”这样的话，张先生说，现在我会说：“我理解您希望得到最好的价格，让我看看我们能提供什么样的方案。”结果发现，当客户感受到被尊重和理解时，反而更容易接受我的建议。反问句的正确使用场景。需要指出的是，反问句本身并非完全不可取，在某些特定场景下，适当使用反问句可以起到强调、引发思考或表达幽默的效果。关键在于使用的语气、语境和目的。1、教育和启发。在教育场景中，适当的反问可以引发学生的思考。例如，苏格拉底式的提问法就是通过一系列反问，引导学生自己发现答案。但这种反问必须是真诚的、开放的，目的是启发而非否定。教师的语气应当温和而鼓励，而非居高临下或嘲讽。一位优秀的高中物理老师王老师，经常会在讲解完一个概念后问：“如果我们改变这个条件，结果会怎样呢？有谁能猜一猜？”这种反问不是为了质疑学生的能力，而是鼓励他们进行独立思考和探索。2、幽默和调侃。在关系亲密的朋友之间，带有调侃性质的反问有时可以增添交流的趣味性，但前提是双方都理解这只是一种幽默方式，而非真正的质疑或否定。例如，当好友穿了一件特别鲜艳的衣服时，你可能会开玩笑地说：“哇，你这是准备去当交通指挥员吗？”如果你们之间有足够的信任和理解，这样的调侃可能会引发一阵笑声，而非不快。3、修辞和演讲。在公开演讲或写作中，反问句是一种常用的修辞手法，可以增强语言的感染力和说服力。例如，马丁·路德·金的著名演讲《我有一个梦想》中就使用了多个反问句。现在是兑现诺言的时候了。美国给黑人开出了一张支票，这张支票上写着所有人生而平等的诺言。
但是美国却给黑人开出了一张空头支票。但是我们拒绝相信正义的银行已经破产了，我们拒绝相信这个伟大国家机会的宝库里已经没有足够的财富了，所以我们前来兑现这张支票。这些反问句不是为了质疑或否定听众，而是为了唤起共鸣和思考，激发行动的勇气。语言是人类最伟大的发明之一，它不仅是交流的工具，更是思想的载体，情感的桥梁。每一句话都承载着说话者的意图和情感，也会在听者心中激起相应的涟漪。著名脱口秀辩手黄执中在《好好说话》一书中写道：话是说给人听的，好好说话是一门关于人的学问。这句话道出了语言沟通的本质，它不仅关乎信息的传递，更关乎人与人之间的理解和尊重。说话反映了性格，语气透露了内心。当我们习惯性地使用反问句时，往往不自觉地流露出内心的不耐烦、轻蔑或攻击性。这些负面情绪会像无形的刺一样伤害他人，也疏远人际关系。美国著名作家玛雅·安杰卢曾说，人们可能会忘记你说过的话，可能会忘记你做过的事，但永远不会忘记你给他们的感受。这句话深刻揭示了语言的长远影响，它不仅仅是当下的交流，更会在人们的心灵深处留下持久的印记。好好说话不仅是一种能力，更是一种修养，不仅能赢得他人的尊重，更能滋养自己的心灵。让我们从减少反问句开始，一起走向更加和谐、温暖的人际关系之路。回到文章开始提到的林肯故事，他在面对质疑时选择的不是反问和对抗，而是理解和开放。这种沟通方式不仅赢得了同僚的尊重，也为重要决策的顺利推进创造了条件。语言的艺术，某种程度上就是人生的艺术，它反映了我们如何看待自己，如何对待他人，如何理解这个世界。当我们能够放下反问句中隐含的防御和攻击，转而用更加开放、尊重的方式表达时，我们不仅改变了语言习惯，也在潜移默化中改变了自己的心态和处世哲学。正如一位智者所言，改变你的语言，你就改变了你的世界。好好说话不仅是一种沟通技巧，更是一种生活态度，一种人生智慧。在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，言语可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容易被轻视和滥用，但正因如此，我们更需要珍视语言的力量，负起使用语言的责任。从今天开始，时刻提醒自己，不要用反问句伤人。我是高维认知，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。如果你觉得今天的内容还不错，请一定要关注我们的频道，让我们一起每天提升自己的认知水平。